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爱知医科大学客座教授佐藤纯所著的《雨天身体感到不适的人》这本书。当雨天来临时，有些人会感到身体不适，早晨醒来时，常常会感到浑身无力。当您抬头望向窗外，看到阴雨连绵的天气，这种不适感似乎会更加明显。这种现象并不罕见，很多人对此深感困扰。如果你也是其中的一员，请不用担心，本书将为您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在雨天身体会感到不适；第二，雨天身体感到不适的人的自我护理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为什么在雨天身体会感到不适？下雨天感到身体不适，并非您一个人的问题，也绝对不是由于心理脆弱或精神状态不佳所导致的。实际上，这种现象背后有着科学依据。在下雨天感到身体状况恶化的雨天身体不适症患者相当普遍。根据作者在爱知县尾张旭市进行的健康调查数据推算，日本至少有超过1000万人受到这种症状的困扰。数据显示，每4个长期抱怨慢性疼痛的人中，就有1人在天气变坏时会感到疼痛加剧。因此，当你因为天气而感到不适时，请不必自责，也不应该认为这是意志力不够强的表现。实际上，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。雨天身体不适症有以下的典型症状：一、头痛。雨天身体不适症所引发的头痛有多种类型。首先是偏头痛，太阳穴附近会感到搏动性的痛感，有时还伴随着恶心。部分人可能在数小时或数天前就出现前兆，如嗜睡、恶心和打哈欠等。其次是紧张型头痛，头部感到紧绷，同时伴随着沉重感、眼睛疲劳和全身倦怠。还有一种头痛是枕神经痛，头皮可能会出现刺痛感。尽管不同类型的头痛的机制各不相同，但作为雨天身体不适症的一部分，这些症状的应对方式大致是相同的。二、颈部疼痛与僵硬。在下雨前，有些人会感到颈部僵硬或不适，随后可能会发展成头痛。研究表明，曾经受到颈部伤害的人更容易出现雨天身体不适的症状。此外，由于女性颈部的肌肉较少，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。三、肩膀疼痛与疲劳。肩膀疼痛在女性中相对常见，因为女性的肌肉量相对较少，容易因疲劳而感到疼痛。四、其他症状。除了头痛、颈痛和肩膀痛以外，雨天身体不适症还可能引起膝痛、腰痛、耳鸣、听力减退、眩晕、疲倦和无精打采，甚至会导致旧伤的复发。此外，关节炎和牙周病的恶化也可能与天气的变化有关。天气的影响因人而异，尽管许多人受雨天影响而感到身体不适，但也有些人完全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。通过了解雨天身体不适症的科学背景，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身体，并且学会调节情绪。雨天身体不适症，顾名思义，是受天气影响而引发的。天气包含风速和降水量等多种因素，但从对身体的影响来看，需要重点关注的主要是气温、湿度和气压这3大要素。气温和湿度的影响比较容易想象，实际上已有研究表明，气温下降与慢性疼痛的恶化之间存在着关联。在针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调查中，也证明了疼痛与湿度之间的相关性。然而，气压的影响不像温度和湿度那样能够直接感知出来，因此关于气压对人体的研究相对较少。为验证气压变化是否会影响人体，作者进行了一项实验。参与实验的是6名饱受慢性疼痛困扰的患者，他们进入了一个能够人工调节气压的房间。研究者逐渐降低气压，并观察他们的疼痛变化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气压开始降低的瞬间，所有患者的疼痛都加剧了，并最终达到了峰值。全员都出现这种反应的结果，着实让人感到震惊。这项实验明确表明，气压变化正是天气疼痛的主要原因。
那么，气压变化是如何影响我们身体的呢？答案在于自律神经，它控制着血管和内脏的活动，负责维持体内环境的平衡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自律神经的基本知识。自律神经系统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所组成。交感神经让身体进入活动模式，而副交感神经则让身体进入休息模式。两者的平衡对健康至关重要。然而，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，自律神经紊乱就会引发身体的不适。例如，当交感神经过于活跃时，血管会急剧收缩，导致血液循环的受阻，使全身血流不畅。这种血液循环不良正是天气疼痛中肌肉酸痛和僵硬的主要原因。此外，自律神经紊乱还会引发出多种症状，比如便秘或腹泻、皮肤问题如肌肤粗糙、免疫力下降、容易感染、耳鸣、潮热、体寒或浮肿。在心理方面，自律神经紊乱还可能导致情绪波动、抑郁、不安，甚至发展成严重的精神疾病，如焦虑症和抑郁症。自律神经的紊乱可由多种压力引起，而气压变化也被认为是一种环境性的压力，导致自律神经的失衡。为进一步研究气压变化对自律神经的影响，作者进行了一项以小白鼠为对象的实验。在受到压力时，交感神经通常会变得活跃。虽然直接测量交感神经的活动非常困难，但我们可以通过监测血压和心率的变化来间接推断其活跃的程度。在实验的过程中，小白鼠被放入可调节气压的空间里，气压逐渐降低。随着气压的下降，研究者发现小白鼠的血压和心率逐渐上升，并在30分钟后达到峰值。这表明气压的下降使交感神经变得活跃。然而，当小白鼠逐渐适应了低气压环境后，交感神经的活动也趋于平稳。因此，问题不在于低气压本身，而在于气压变化的过程对身体产生了压力，这种变化成为了自律神经的负担，进而引发了身体的不适和疼痛。然而，自律神经对环境压力的反应本身并没有问题，相反，这是为了让身体适应各种环境所需的反应。问题在于，自律神经对气压变化的过度敏感，使其变得不稳定。那么，为什么只有雨天身体不适症患者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作者关注的是人类身体在哪里感知的气压变化。既然自律神经会对气压做出反应，就像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在皮肤上一样，气压传感器也应该在我们身体的某个地方。简单来说，气压传感器存在于我们的耳朵里。耳鼻喉科疾病患者在天气变化时症状会加重，这让作者意识到气压传感器可能位于人体的耳朵内。于是，作者进行了一项实验，调查了雨天身体不适症患者与普通人内耳的敏感度，以及内耳的功能。实验的内容有些复杂，因此在此不做详细的解释。但结果显示，气压感知传感器确实存在于内耳之中，而雨天身体不适症患者的内耳比普通人更加敏感，所受到的影响也会持续更久。这些患者的内耳气压传感器在天气变坏、气压逐渐下降时，比普通人更敏感地察觉到这种变化，而这种信息作为某种压力，从内耳传递到大脑，引发自律神经的失调，从而导致身体不适的发生。那么，压力就是罪魁祸首吗？实际上，这样说也不是完全正确的。自律神经在感知到压力时，会从副交感神经切换到交感神经，这意味着压力作为自律神经切换的开关是有意义的。我们通过适应环境来灵活利用压力。事实上，雨天身体不适症患者的不适，并不是由压力导致的自律神经失调，而是在受到压力时，自律神经未能顺利切换的结果。现在炎热的夏季，我们可以通过空调来降温，而寒冷的冬季则可以在高绝热住宅中舒适地度过。因此，与过去相比，自律神经切换的需求减少了，从而导致自律神经切换的灵敏度减弱，变得十分不稳定。
无法有效地应对压力。而慢性疼痛患者也会因自律神经切换的不顺利而受到影响，很多人可能因此就会在雨天身体会感到不适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雨天身体感到不适的人的自我护理方法。许多雨天身体不适症患者常伴有头痛等慢性的疼痛，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急于想要将症状完全消除。我们应当通过以下3步，逐渐来克服这个问题。步骤1：察觉天气、气压的变化，预防突然的疼痛加剧。步骤2：通过治疗或自我护理来进行控制。步骤3：如果有导致疼痛的疾病，就需要进行治疗，或者改善导致疼痛的生活习惯。通过这样的3步走，我们就可以逐渐克服雨天身体不适症。请大家仔细回忆一下，是否曾经觉得状态不佳时，然后就出现了头痛或眩晕的情况？以下这些身体的变化可能被视为雨天身体不适症的预兆：1. 明明不困却老打哈欠；2. 站起时感到眩晕；3. 耳中轻微鸣响，如嗡嗡声；4. 太阳穴附近有轻微的胀痛；5. 肩膀感到如同被重物压住般沉重；6. 出现风湿的症状。在前面我们提到，雨天身体不适症主要是由于天气恶化时气压的变化引起的。内耳对这种气压波动过度敏感，导致了自主神经的失调，具体表现为交感神经过度活跃，造成血管的收缩，血流不畅，进而引发了身体的不适感。因此，关键在于提前察觉到气压的变化，并采取措施改善内耳的血液循环。事实上，内耳的血流在感受到气压变化的预兆时就已经开始恶化了，所以通过自我按摩来促进血液循环，可以有效地缓解症状。自我按摩不仅能缓解不适，还能在气压开始波动时预防症状的加重。将这些按摩技巧纳入到日常保健中去，能够有助于减少雨天身体不适症的发作频率，从而提高生活的质量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通过按摩来改善内耳的血流，帮助身体更好地适应天气的变化。我将介绍由作者设计的旋转耳朵按摩法，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按摩方法，但效果十分显著。当您察觉到雨天身体不适症的预兆，或天气预报显示即将下雨时，可以尝试这种简单的耳朵按摩作为预防措施。这种按摩可能帮助一些人减轻头痛和眩晕，当然效果因人而异，但由于操作简单，非常值得一试。旋转耳朵按摩法的具体步骤如下：1. 用双手轻轻夹住耳朵上部，慢慢地以5秒的时间将耳朵向上拉伸。2. 用双手轻轻夹住耳朵中部，慢慢地以5秒的时间将耳朵向身体外侧拉伸。3. 用双手轻轻夹住耳朵下部，慢慢地以5秒的时间将耳朵向下拉伸。4. 轻轻夹住耳朵中部，拉向身体外侧后，从身体前方向后方慢慢画弧，进行5次缓慢转动。5. 用手指轻轻夹住耳朵后面，慢慢将耳朵合拢，保持5秒钟。在此过程中，注意不要用力过大，要轻柔的包裹。6. 手掌打开，用手掌覆盖2只耳朵，想象成一个圆，从前向后慢慢转动5次。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如果您能持续练习2周到1个月，可能会明显感受到不适症状的减轻。有些人在按摩后，甚至连耳鸣都消失了。在按摩结束后，耳朵会变得温暖，感到舒适，这正是血液循环改善的迹象。不过，对于经常在雨天感到不适的人来说，最好将旋转耳朵按摩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。只有坚持，才能持续受益。在东洋医学中，耳朵的僵硬被视为身体虚弱的信号之一。每天通过按摩耳朵，不仅可以提升血液循环，还有助于自我检查健康状况。而血液循环的改善，对身体整体的健康来说，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作用。因此，无论是遇到雨天，还是有天气变化的预兆，都建议每天为自己安排一个固定时间来进行按摩。接下来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，来配合这项按摩，
可以进一步提升血液循环的效果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用耳部温热疗法来温暖耳朵。具体方法有2种，第一种是用湿毛巾温热，准备一条小一点的毛巾，浸湿后轻轻拧干，放入耐热的塑料袋中，然后放入微波炉加热1分钟，用加热后的毛巾温暖耳朵及其周围的区域。第二种是瓶装温灸方法，将100毫升凉水和200毫升热水依次倒入专用的热水瓶中，摇晃混合后，将瓶子放在双耳上即可。无论采用哪种方法，关键在于要把温热作用于耳后的腕骨穴，有助于改善颈部到头部的血液循环，对于缓解头痛和眩晕非常有效。因此，建议大家在进行耳部温热的同时，也做一下旋转耳朵按摩法的按摩。如果内耳的血液循环得到改善，可以帮助调节自律神经，这样需要服用头痛药的人有可能会减少药物的用量，因为一旦疼痛出现，就很难缓解。因此，尽早采取预防措施是非常推荐的。如果已经出现疼痛等症状，可以试一下耳部温热法。对于那些感觉耳部温热效果不明显的人，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尝试，即按压头翘阴、腕骨、翳风这3个穴位，这样也能起到改善的效果。这3个穴位都位于乳突后部突出的骨头附近，乳突上方的凹陷处是头翘阴穴，乳突下方1指宽的位置是腕骨穴，耳垂根部附近的凹陷处是翳风穴。这3个穴位对由自律神经紊乱引起的头痛和眩晕等症状非常有效，因此在突发痛感的紧急情况下也很有帮助。穴位的准确位置可以参考下社区里面发布的图片。刺激穴位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用左右手的食指轻轻按压。我们可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空闲时间进行刺激，这样不仅能预防疼痛，还能调节身体机能。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何通过按摩改善内耳的血液循环，这些方法对于调节自律神经、避免气压变化引起的不适非常有效。然而，许多有雨天身体不适症的人，除了内耳不适外，还会因为颈部和肩部的血液循环不良而加重症状。肌肉紧张会导致血液流动的受阻，引起头痛和眩晕，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重颈肩僵硬。这种情况的成因包括：1. 姿势不良，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看手机时容易出现不良姿势； 2. 缺乏运动，会使肌肉变硬，血液循环恶化； 3. 气压变化，会加剧雨天不适的症状。为了解决这个恶性循环，作者推荐了一些简单的体操和拉伸，如果长期坚持下来，有助于缓解症状。许多实践者表示，通过这些练习，雨天身体不适症的症状得到了大幅的改善。接下来，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些可以简单操作的锻炼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毛巾体操，这个锻炼方法主要活动的是肩胛骨，改善肩部和背部的血液循环。首先要准备一条面巾。步骤1：双手握住毛巾两端，放在身体的前方。步骤2：保持握姿，慢慢将手臂抬到头顶。步骤3：再将手臂缓缓转到背后，重复以上动作5次。如果肩胛骨周围僵硬，可换用浴巾并加宽握距。待肩胛骨逐渐灵活后，再换成面巾并缩小握距。该体操的目的是让肩胛骨活动自如，缓解肩背部的紧张。第二个方法是颈部拉伸，为了更有效缓解颈部和肩部的紧张，作者还推荐一种专门针对颈部小肌肉的拉伸方法。与毛巾体操配合进行的话，效果会更佳。步骤1：右手放在头的左侧，缓慢将头向右侧倾斜，利用手的重力拉伸颈部侧面，注意不要用力过猛。步骤2：保持步骤1的姿势，将头部和颈部向斜前方倾斜，拉伸颈后部。另一侧进行同样的操作，重复以上动作。关键是要收下巴，并在呼气时加深伸展，每次保持30秒至1分钟，避免用力过猛，停在感觉舒适的范围内。以上介绍了2种简单的拉伸方法，
非常适合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去锻炼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